要么读书，要么旅行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我是付小米，爱运动，爱旅行，爱读书。都说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骨肉分离，可我想说更残忍的是失散多年的孩子出现在你面前却不能相认。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，胸口隐隐作痛。一位姓施的妈妈曾经有个4岁的儿子，有一天她在家里准备晚餐，儿子在门口玩耍。当她把饭菜做好，走到门口叫儿子吃饭时，却发现儿子不见了。施妈妈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劲，赶紧报警，并积极寻找孩子的下落。无奈2年过去了，都没有任何结果。一天，施妈妈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，在路上突然被一个乞丐孩子抱住，乞丐孩子还一直喊着妈妈妈妈。施妈妈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自己失散2年的儿子，尽管脸上多了几道疤，浑身脏兮兮的，但哪有妈妈认不得儿子的道理。但是施妈妈一把把孩子推开，还大声说，我不是你妈妈，我的孩子在家里。然后急匆匆地走开了。走远后，施妈妈赶紧报警，警察很快赶到现场，解救了他的儿子，还端了一窝人贩子。整个事件真让人胆战心惊，不禁感叹天大的幸运，才会在街头遇见并找到失散的儿子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虐待孩子还拉去沿街乞讨的丧尽天良的人贩子。一想到这儿，就恨得咬牙切齿。更可恶的是，最近年关将至，人贩子又开始猖獗了。就在刚刚过去的元旦，深圳的苏女士带孩子逛商场，结果差点留下一辈子悔恨。当天下午，苏女士协同姐姐2人各自带着孩子逛商场。适逢节假日，商场人头攒动，姐姐一手拉着苏女士的女儿，一手牵着自己的儿子走在前面，苏女士则跟在后面。突然窜出一个男子，二话不说抱起小女孩就想走。情急之下，姐姐一声大喝干嘛，并死死拽住孩子。待苏女士赶上前来，才夺下了女儿。男子见状说，我是开玩笑的，留下一句就想逃走。在好心路人的帮助下，才成功拦下男子。面对众人的质疑，男子强辩说，我就抱一下而已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孩子甚至还牵在家长的手中，居然还能遭抢。让我脊背发凉的是，那个商场正是我前2天带姐弟俩去溜达的商场。地狱空荡荡，魔鬼不仅在人间，还在你身边。除了商场，最近春运开始，火车站抢孩子的事件也开始发生。上海火车站东南出口处刚刚发生过一起拐骗儿童案件。王女士与母亲带着自己2岁的女儿和儿子，准备乘车回郑州老家。当他们在东南出口处休息时，突然一名推着婴儿车、身穿黑色外套的中年女子走过来了，停在小女儿旁边，马上抱起孩子塞进婴儿车要走。幸好王女士反应很快，立刻抢过孩子。我们再来换个角度看一下，这一切就发生在几秒之内，动作堪称是酣畅淋漓，一鼓作气。当2人还在僵持时，王女士的惊叫让一旁的母亲如梦惊醒，赶紧上前拉住准备离开的中年女子不放，周围路人帮忙报了警。到了派出所，女子还辩解称自己抱错小孩，民警怒斥，你孩子20多岁了，你在上海抱个小孩，你跟我说抱错了？看看现在的人贩子就有这么猖狂，即使有家长在，都敢在你手里明抢。这样的危险常常潜伏在我们身边，尤其是新年前这段时间。曾经有人贩子公然宣称，没有我拐不走的孩子。猖狂之外，更让多少父母
看着眼前红扑扑的孩子胆战心惊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人贩子会躲在哪个阴暗角落里伺机而动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真实案件将人贩子的惯用手段牢记于心。一、惯用伎俩，入室公共场合明抢。小店外3个孩子正在玩耍，一个男子看准最小的一个孩子，若无其事地拽着孩子的手往前走。幸好孩子的哥哥发现不对劲，赶紧上前把孩子拽了回来。人贩子直接开着摩托车走到路边，把孩子一抱，当着孩子家人的面扬长而去。2、惯用伎俩，暗地里偷。孩子刚买完东西，蹦蹦跳跳回家，却突然被狠狠地拽走，趁没有人，直接强行掳走独自看店的小女孩，假装成护士，直接到医院偷孩子。3、惯用伎俩，演戏制造矛盾，直接抢。一位父亲带着儿子散步，突然走过来一个女人，直接就伸手想把孩子抱走。父亲想把孩子抢回来，没想到四面八方的坏人合谋而上，还高喊抓坏人了，坏人抢孩子了。家长寡不中敌，孩子就在眼前被抢走了。4、更有制造家庭矛盾，故意制造混乱的计谋。女人假意帮妈妈抱一下孩子，妈妈欲抱回时，另一个男人假装成妈妈的丈夫，一巴掌狠狠地打在妈妈脸上，两人破口大骂：你想带着孩子找野男人是吧？没有人会上前阻止家庭内部争端，孩子就被人贩子的阴谋抢走了。5、用伎俩装成好心人诱骗。装成好心人诱骗孩子是最常见的案例。人贩子利用孩子心地善良，利用家长房管安全教育的缺失，不知骗走了多少孩子，制造了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。那些孩子被拐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会被收养，会被卖，被当夜以继日工作的童工，沿街乞讨的乞丐，更多孩子会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某课题组综合宝贝回家寻子网及中国裁判文书网7万多条与拐卖儿童相关的数据得出，孩子最容易丢失的场所是医院和火车站。所以首先记住，妈妈或者家中老人最好尽量避免单独带孩子到这些场所。如果难以避免妈妈单独带孩子出门，或者孩子需要单独出门，请记住这15个锦囊。1、让孩子记住父母电话和地址。2、确保孩子知道如何拨打110。3、出门穿鲜艳衣服更醒目。4、允许孩子向成年人说不。5、把孩子拴在身边。6、教孩子认方位。7、让孩子相信自己对危险的直觉。8、清楚孩子行踪。9、使用学校发的接送卡。10、随身带尖叫报警器。11、做个母子身份卡。12、选择一个家庭暗码。13、知道可以向谁寻求帮助。14、智斗坏人歌谣。斗智斗勇智为先，多听多看记心间，要吃要喝睡足觉，争取同情适度谈，学会留下小标记，拔腿就跑要果断。15、3个逃跑时间。刚被劫持时哭闹引注意，被劫上车后冷静寻时机，待警察来时配合解救。以上除了家长需要为孩子准备的报警器、身份卡等东西外，对孩子的教育绝不能缺少以下2个方面。1、教孩子学会拒绝帮忙。在防拐教育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，幼儿园4岁的女孩倩倩，一天放学后，一个陌生男人走过来问她，叔叔的钱包丢在了那边的小巷了，小朋友可以帮叔叔找找吗？孩子点头说好，但他想先去趟厕所。然后他跑去幼儿园里告诉老师，外面那个人是坏人。老师虽然困惑，但还是打了110，结果发现那个男人真的是一个人贩子。老师吃了一惊，这么小的孩子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坏人？倩倩大声说，妈妈说了，大人有事应该找大人帮忙，找小孩帮忙的都是坏人。所以必须教会孩子记住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。
2. 教育孩子要场景化。家长不要笼统的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，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这些道理一股脑儿的塞进孩子的脑袋里，就觉得自己安全教育不错。最好的方法是带着孩子进行场景式的演练。比如说在商场玩的时候，问问孩子，如果这时候找不到妈妈怎么办？在逛公园的时候问，如果这时有一个阿姨说带你去买零食，看看小狗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所有可能发生的场所和场景，家长都要进行场景化教育。一万句大道理都不如一次实践。人贩子手段无穷，只有多试验几次，才能更好地降低孩子被骗的几率。万一孩子丢了怎么办？1. 不要惊慌，请立即马上打110报警。2. 识人4追法。什么是识人4追法呢？如下图所示。一人在家中等待，已被孩子自己找回家。每个方向沿着大路赶快寻找，共4人。4人到附近的汽车站、火车站等寻找，一人报警并等待派出所消息。孩子走失的第1个24小时也是最关键的寻找时期，也可以采用识人4追法来寻找。温馨提示：追踪寻找的范围是在失踪地点2公里以内为主。3. 利用好人贩子克星团圆系统。从2016年5月起，公安部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儿童拐卖犯罪事件，建立了一个全国性平台团圆系统，即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。收到儿童失踪信息后，会以失踪地点为中心，向方圆几百公里25个 APP 的用户和警察推送信息。目前呢，我们常用的支付宝、新浪微博、饿了么、今日头条等都可以打开查看。截至2018年9月15号，团圆系统共发布儿童走失信息3419条，找回3367名儿童，找回率为 98.4%。 大家可以在支付宝等 App 上搜索团圆系统，就可以查看方圆3公里内的丢失孩子的信息。若发现符合情况的孩子，即可立即上报，让人贩子无所遁形，为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尽一份力。最后5招识别人贩子，有符合以下情况，请别打草惊蛇，立即报警。在车站或车上看见这些情况，请你留意并向警方举报。1. 怀抱的孩子长时间昏睡不醒。2. 怀抱婴幼儿的女子对孩子的哭闹不管不顾，长时间不喂奶不喂水。3. 男人怀抱小孩没有女性陪同，表情紧张，神情可疑。4. 多名女性每人怀抱一个婴儿，另有随行者专门看管行李。5. 儿童一直哭闹，吵着要找爸妈，而随行大人神情紧张且极不耐烦。为了每一个家庭的团圆，也请每个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帮忙转发扩散出去。你的一个随手转发，或许能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。快过年了，看好宝宝，注意安全。好啦，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。